在西方流行文化中，成龙的地位可以说是数一数二。对于很多看着尖峰时刻长大的人来说，他是一个能够将任何物品变成武器的动作巨星。他在西方受到爱戴，也在电影中表现出那种不怕死的各种动作，加上他在脱口秀节目上的幽默感，让他成为了好莱坞极少数能够在90年代跨越种族跟语言障碍的明星。虽然西方观众看到的是一个为了电影愿意冒险生命的演员，但在华语的世界里，人们眼中的成龙，除了是功夫巨星以外，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商人和一个失职的父亲。成龙原名陈港生，出生在香港太平山。他的父母分别是法国领事馆的厨师和帮佣。小时候的成龙经常打架闹事，在学校成绩上也表现得不太好。在他7岁的那年，父母决定将他送进于占元创办的中国戏剧研究学院。这听起来像是一所学校，但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严格的训练中心。有一次，成龙的爸爸在辗转之下听到了于占元戏剧学院的存在。成龙因为觉得好玩，加上爸爸认为他也不会在学校好好念书，他就让成龙在小时候签了10年的合约。 They said, we have a 3 year, 5 year, 7 year, 10 years. I said, 10 year, 10 year, 10 year. After I signed the contract, 1 week later, I cried like a hell. Then I remember 10 years is how long. And yeah, I stayed there 10 years. 在这之后，他的父母也决定让年幼的成龙一个人去上学，夫妻2个人则是搬到了澳洲工作。在那里，成龙被师傅选中，与洪金宝、袁华、袁彬还有其他共7人一同参加京剧七小福的演出。这段经历虽然剥夺了他的童年，却给了他纪律还有忍耐力。成龙刚出道的时候，李小龙是最红的武打巨星。那时候成龙在电影《龙争虎斗》中只是那个被李小龙打的特技演员。李小龙去世后，片商开始寻找下一个像是李小龙一样的武打巨星。导演罗维看中了成龙，试图将他包装成第2个李小龙，让他拍了一系列与成龙往后风格不一样的严肃功夫电影，像是《新精武门》啊，还有《剑花烟雨江南》。结果早期很多电影的票房都不好，成龙也在当初被认为是票房毒药。成龙真正慢慢开始走红的时候，是他抛弃了他想要成为第2个李小龙的想法。成龙开始拍一系列比较有喜感的电影，像是《蛇形刁手》还有醉拳。他也成功的在功夫喜剧的电影上打出了自己的名声。早在80年代时，成龙就曾尝试进军美国，他主演了《杀手豪》还有《威龙猛探》等电影。但在这些早期的作品中，好莱坞的导演不知道怎么发挥成龙，他们限制了他灵活的动作，完全消除了成龙的特色。直到1995年，他在温哥华拍摄的《红番区》意外的在美国爆红，创下了票房纪录。这部电影让美国观众第一次见识到了没有太多剪辑的武打动作长什么样子。随后1998年上映的《尖峰时刻》把成龙推到了美国的大众文化上。成龙负责动作戏， Chris Tucker 则负责美式幽默的搞笑。在这之后，他也拍了《尖峰时刻2》和3，最近有传出《尖峰时刻4》可能正在制作的阶段。我倒是很好奇，如果《尖峰时刻4》真的出来了以后，71岁的成龙到底要怎么演动作戏？那在西方的世界里，很少会看到成龙的负面新闻，但成龙在戏里精彩，戏外的争议风波更是完全没有断过。像是成龙说过自己不用替身，这种搏命的精神也确实为他赢得很多观众的爱戴。但是后来李连杰在一次的采访上面却暗示到了谁不用替身。成龙一直都说我从来不用替身，但是你说其实他也用，只不过不说而已。你怕不怕说这个话以后得罪他？不是，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我觉得大家都很清楚。你问李小龙用不用？这个其实这个是大家都很清楚一样的，我们就都很清楚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都是个演员，我们去演一些大侠呀，或者一些警察呀，一些很英勇的事情。但是我们不是超人呐。你像美国演员，你敢说哪一个演员拍动作电影的不用替身？不可能。你开飞机，大家都不会开，尤其是战斗机，不会开那就怎么样？一定要特技啊，科学帮助。一个人从一个5楼的火场里头飞出来，谁拍？也有人挖出他以前的电影片段放慢来看，发现很多都不是成龙自己上去拍的。这一开始让很多人觉得成龙是不是在很多其他的地方上有说谎的嫌疑。2016年，李宗盛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上举办了个人的音乐会，成龙在疑似醉酒的状态下突然冲上舞台，要求与李宗盛合唱，并打断演出的进行。期间观众也非常不满成龙在台上发酒疯的行为。最后李宗盛也因为演唱会超时被罚了15万。在这之后2009年，成龙在参加博鳌论坛的时候说到现在的社会太乱，因为台湾与香港太过自由，进而总结出了我们中国人是需要管的观点。太自由了就变成香港今天这个样子，
很乱，而且变成台湾这个样子也很乱。我慢慢觉得原来我们中国人是要管的。他后来在这个论坛上谈到了中国的电视机会爆炸，他一定会买日本的。失言似乎已经成为成龙的强项。我要买一个电视机，我买什么？我一定买日本的。中国就会爆炸，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很多品牌不给人家有信心，太多一些小的商家也影响了大的商家，一些偷鸡摸狗的人，好好的加什么奶粉的那些都是一种，哎，我讲不出来，反正一讲就会很生气。在2021年时，出席一场关于中国电影发展的座谈会，说到了他非常羡慕党员的身份，并说：“我觉得共产党真的太伟大了。对于支持共产党的人而言，这可能是爱中共的表现，但对于在不同立场上的网友或是国际媒体来说，支持一个充满争议的共产党，给的观感是不佳的。”我常常跟自己讲，我很荣幸成为一个中国人，但是我也很羡慕你们是党员。就觉得共产党真的太伟大了，我也要做党员。那失言的风波说完了以后，就必须说到他的代言风波了。只要是成龙代言过的品牌，似乎都会走向破产或者是卷入重大的丑闻。90年代，成龙代言了这款风靡中国的小霸王学习机。叫做学习机呢，是他们行销策略。其实就是一台可以玩简单游戏的机器，但因为叫做学习机，不懂的家长也比较愿意购买给自己的小孩。在很多宣传上都看不到遥控器的存在。那这台学习机其实有插卡带的能力，结果小朋友就开始用这台机器来玩各种游戏。后来因为网络的兴起，还有中国的游戏禁令，小霸王转型失败，公司后来陷入严重的财务危机，最后也宣告破产倒闭。随后在90年代后期，芬煌食品决定在1998年进军可乐市场。当时的创办人试图开创属于中国人的可乐品牌。为了迅速打开知名度，芬煌食品在1999年聘用了当时事业正在高峰的成龙担任代言人。尽管广告做得非常的成功，成龙的明星效应也吸引了大量消费者的尝试，但后续支付给成龙的天价代言费以及庞大的广告支出，挤压了公司的流动资金。到了2001年左右，芬煌可乐在市场上的占有率已经大幅下滑。可乐不行，每个人都会用的洗发精总可以了吧？霸王洗发液是由广东霸王洗发液有限公司推出的核心产品。那时候创办人强调自己出身于中药世家，并以中药调理、防脱发作为产品的主要竞争力。为了强化品牌信赖度呢？没错，信赖度。霸王集团决定聘用成龙担任他们的代言人。在那个非常火红的广告中，成龙以一种与观众对话的方式进行拍摄。他对着镜头表示，最初这个药商找他代言时，他是拒绝的，因为他希望自己能先试用，不希望透过特效处理来欺骗观众。他还说出了那个经典的短庸庸，成为了很多网友恶搞的素材之一。我又不想说你拍一个广告，拍完以后加了很多特技，那个头发咚很黑、很亮、很油。然而，霸王集团在2010年，当时香港媒体《一周刊》刊登了一篇报道，指称霸王洗发液含有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致癌物质的化学成分2尔烷。尽管后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澄清，产品中所含的2尔烷量微乎其微，并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但伤害已经造成了。这起事件也让他们的品牌形象随之崩溃。即便后来法院判决媒体报道失实，并要求赔偿，但消费者对于品牌信任度似乎已经没了。霸王洗发液的市占率也大幅的萎缩。除了在演艺圈里面的种种琐事呢，成龙在家庭生活里也背负了失职父亲的名声。成龙在以前的京剧学校里学到的唯一管教方式就是被打、被体罚。那作为父亲的成龙也不相信用讲道理的方式教育孩子，他认为孩子就是要挨打才能学会纪律。如果只跟小孩子讲道理，他们根本就不会听。不过他也表示自己其实只打过儿子房祖名一次。当房祖名还很小的时候，他狠狠的打过他一次，把他抱起来丢到沙发上。那次房祖名和妈妈都吓坏了，他自己也表示很后悔，所以他后来答应自己以后不会再打他了。成龙也说，由于自己是忙于工作，并没有成为一个模范父亲。房祖名小时候几乎只能在凌晨2点看到成龙。他认为虽然他不是一个好爸爸，但是他是一个负责任的爸爸。平常成龙会对房祖名很严格，但是在他受惩罚、意识到错误的时候，他也会支持他度过难关。那他偶尔会在节目上半开玩笑抱怨自己儿子的行为，认为儿子比他还没有纪律性。I can go home, put my shoes like this. I take off my clothes, I can flow them. Even in the hotel, I mess something, I will clean it up. Yeah. My son,
Okay? I never see the shoes put like this. One on the floor, one in the dining room. Wearing the white shoes, running around because he don't wash his own shoes. Socks. You give him a shot? No, I can't. He sue me. When I see the old people like this, we get up, we bow, we let the chair come. My son, like this. Yeah. Then I just come. I after film 6 months, 9 months, I filming. After filming, I go home. I open the door. And, hi there, how are you? When I see my dad, I get up. Right. Bow, take the tea like this. Right. Your dad was a tough guy, wasn't he? Yes. Yeah. That's a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you see value in that. Because my son was at school in the U.S. Right. Yeah. And that's what you think. Yeah. I said, stay, don't jump, talk to me. Yeah. Yes. How are you? Yeah. I like that movie. Yes. Stop. Then he cannot talk. Right. When he not move, he cannot talk. That's amazing. 我个人是觉得成龙自己也说了，小时候他是个缺席的父亲，常常在外工作，跟朋友出去开心。那房祖名跟妈妈在国外长大，教育的环境加上时代背景的不同，说实在的，你也不能怪房祖名没有像成龙一样有那种亚洲传统意义上的纪律。那成龙还说到，他以前对儿子的教育非常的传统，他认为他儿子凡事都要靠自己，所以他不想要帮助他儿子。但是之后在跟威尔史密斯的儿子拍摄《功夫梦》的时候，他看到了威尔史密斯每天在片场帮助他的儿子拍摄，耐心的慢慢指导他，这也启发了他。他想到，我为什么要这么固执？我应该要帮助我的儿子。遗憾的是，2014年8月，房祖名在北京因为吸毒被捕，警方在他的住所里面搜出大麻。这对担任过反毒大使的成龙来说相当的讽刺，但房祖名在调查过程中非常的配合，态度良好。2015年1月，房祖名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还要罚金2000元人民币。幸运的是，出狱后父子关系出现了转机。房祖名回家了以后，成龙紧紧的抱住房祖名，也难得的一家3口一起吃了饭。近年来，成龙在宣传新片也罕见公开的认错，坦诚到对孩子的教育太过言语斥责。他也认知到原来教育不是这样子的，承认自己的严格教育方式是错的。除了房祖名以外，另外一个大家比较陌生的小孩是名叫吴卓林的女儿。1999年，成龙与曾经是亚洲小姐冠军的吴绮莉发生了婚外情，于是生下了吴卓林。成龙也召开了那个著名的记者会，说出了那句知名的"我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在这之后的10几年，成龙没有跟这个女儿联络，妈妈吴绮莉也尝试要跟成龙要钱来养女儿，成龙却回应到他1毛钱都不会给。他的女儿吴卓林也在2018年跟他的女朋友 Andy Autumn 结了婚，他的妈妈吴绮莉也被自己的女儿吴卓林指控刑事恐吓报了警，最后也被警方拘捕，也曾经很难过的在记者会上说他希望女儿可以回到他的身边，暗指老婆 Andy 在背后给他女儿不好的影响。女朋友 Andy 也说到了他对吴绮莉的这段话感到非常的受伤。I was really hurt by that actually because I was hoping that I could have a relationship with her mom, and I even was hoping that when we came back this time that we could try to do so. I hope one day that she can accept me. Actually, when we were friends, she was very accepting of me. I was allowed to go over to the house and I had dinners. She didn't know we were together. Yeah. And so she was very polite to me and I was grateful. But up until she found out that we were dating, she felt very uncomfortable and I knew that, and so I tried to pull back. 吴卓林也说到他这辈子从来就没有亲眼见过成龙，他也没有想过要跟成龙拿钱，他只想要一个答案，想知道为什么当初他跟妈妈会被爸爸无视抛弃。后来吴卓林又被爆出他身上只剩下80元台币，连宾馆的房租钱跟女朋友一起付都付不出来，宾馆的老板娘也打电话叫警察来处理，最后吴卓林也只能打电话给他妈妈救援，妈妈也答应了会帮他代缴欠款。吴卓林还跟老婆拍了一部片，说到自己现在无家可归，因为他有一对恐同的父母。他老婆 Andy 也说到他问了身边很多亲朋好友的帮忙，却一直被建议到收容所里面。Hi, I'm Jackie Chan's daughter, and this is my girlfriend Andy.We've been homeless for a month due to homophobic parents. We pretty much slept under a bridge and other things, you know. Yeah, I've asked all my friends for help and I've asked all my family for help. And everyone just keeps sending us
to the direction of shelters where they know we will be split up. We will be split up if we have to go to any kind of government facilities. And no one on my Facebook is going to listen to me. And now no one is responding to my phone calls. I don't even understand what's going on because we've gone to the police, we've gone to the hospital, the food banks, LGBTQ communities, shelters, and all of them just don't give a shit. So that's why we're making this video, because we don't know what to do at this point. So please, if you can reshare, post, and show people that two people in love that have true love are trying to get split apart and they're trying to f us over just because what? I don't understand it. I love her. I love you. 他跟老婆 Andy 随后也被民众在加拿大拍到，沦落街头排队领救济食物。吴启立对女儿老婆 Andy 的炮轰也从来没有停过。他在2022年的时候接连控诉了老婆 Andy 35岁了，说自己生病很难过，不能工作，导致23岁的女儿只能想办法养他，还暗指 Andy 要他把学费退掉，并拿这笔钱去享受人生。然而近年来传出成龙与女儿的关系有改善的趋势，有传言说成龙在2025年多次透过中间人向吴卓林提供经济援助，包含为他在加拿大缴房租啊，还有资助他发展设计事业。还有消息指出，成龙曾邀请吴卓林参与新片的海报设计的竞标。吴卓林也在一次直播中被网友问到你们有没有和解，吴卓林也说到他最近经常有看我做的海报。充满争议的成龙在2016年获得了奥斯卡终身成就奖，在领奖台上他回忆起年轻时在史特龙家看到小金人的时候，一直想着有一天他要拿到奥斯卡。他感叹到在56年的电影生涯拍了超过200部电影，在这期间他摔断了那么多骨头以后，终于拿到了这个小金人。你呢？在这些风波以后，你还看下去成龙的电影吗？然后这样，下礼拜见。